观众朋友们，你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阿茂老师。今天非常高兴再次跟武术大师陈老师一起同框，赶快来跟陈老师先打声招呼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，我是陈阿茂。好的，以及李彦斌老师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谢谢。好，老师，朋友在底下留言想请问陈老师，家人土葬10年了，要迁坟入塔吗？老师，这一题一定要拜托你来解答了，谢谢你。观众这一道题分了国情不一样，是省份不一样，还有族群不一样。应该讲说，为什么我们人走了到一个年限以后要捡骨，然后要进塔，对，还是进我们的祖坟？客死他乡，在大陆以前的人，他每一省距离太远，客死他乡不可能再运到自己的故乡，是，所以他可能会就地找个好的地理风水，就这样子把它掩埋了。到了骨头跟肉都已经分离干净了，再找个时间把他的筋骨剪一剪，再运回自己的故乡，这叫落叶归根。这第一个。那如果用东南亚，老师到东南亚去看一些我们的华人，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泰国、印度、越南这一些客人，他们每一个地方的习俗又不一样。尤其马来西亚的华人，他们的那个风水做的比盖豪宅都还要漂亮，所以他们的那个捡骨的动作，而且他们葬的方式跟我们台湾这边观念里面会不一样。他们有些是立葬。棺木下去就这样，人是站这样子立葬下去的。所以那时候在开碑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怎么那个棺木的头在上面？刚开始第一次去，觉得怪怪的，但是一问他们的习俗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不要以为标准是以我们台湾为标准，没有，以各地的族群他们的习俗为标准。那客家朋友他们还跟闽南族群又不一样，客家族群。他们有的时候人刚100岁年老，也没有请什么专业的老师去。以前那个公墓地很大，我看过我的同学他们的阿公走的时候，我跟他交情好，一起送。他们在做风水是这样子，拿一个锄头，然后拿起来对天拜一拜，祷念有词。讲完了以后，他锄头就这样子拿起来就往上一抛，就看锄头的头在哪里，尾在哪里。用锄头来定方向，我说那怎么会这样子？他说我们3年以后就会捡骨，然后进到我们的祖坟。是，所以这就不同族群不一样。那有些外省伯伯，他们自己在本家省份里面，他们的想法是入土为安了，就不再惊扰先人，除非可能我们从先人100岁年老下去，家族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。可能一问了专业人员知道，可能我们这个先人风水出了问题，他才会去挖掘，再把骨头重新捡起来，再调整。要不然我遇过的外省的那个族群的客人，一般都比较没有所谓的捡骨的这个科仪。台湾目前捡骨科仪比较有的就是客家族群跟闽南族群。那讲到这一个捡骨，顺便附带提一下。我们人走了，到底埋下去几年该捡骨？假设你们有捡骨的，虚岁72岁以前走的，头尾6年，72岁哪怕只有过1天，72岁以后走的就要头尾9年。72岁为什么是一个分界线？60全寿，72岁叫长寿。我们用人体的架构来说，72岁以前走的，如果你不打抗生素，正常的那种死亡，大概头尾6年，它的尸骨在化的时候，大概肉就已经不见，捡起来就很干净。那72岁一过以后，尤其越老接近80几岁的，他的人讲老筋，就像老鸡母。是不是比较钝不烂？所以我们讲72岁以后，可能我们的筋会比较润一点，要化的时间会比较晚，所以就会头尾9年。
老师从事这一个行业40几年来，这是一个统计，对，知道为什么72岁前跟72岁后要有这一个不同的区分。一方面，他们捡骨的师傅也会讲哪一门风水怎样，捡起来什么现象，是哪一门风水怎样，加上老师的这一个统计，才发现到原来我们讲72岁以后叫长寿，长寿以后要捡骨，头尾要9年。是，比如说我的奶奶12月13号走，17天她就算1年，头这样就算1年哦。所以这个头尾9年不是满9年，是虚的头尾，第9年就可以减，是，第10年、11年都没关系。如果这个观众你们都已经10几年了，要减，那我也没有意见。那减起来再找一个更好的地方，让它筋骨可以上去，庇佑杨氏子孙也是不错的。是，感谢老师这一题的解答，而且帮我们讲得非常的仔细。原来60岁是全寿，在12年72岁叫老长寿，不是老长寿，长寿，老长寿要81岁才叫老长寿。还好我每次都有提出错的问题，90岁就算人瑞了，纠正一下哈。OK， 那这样子我们更知道说，原来在捡骨要整个化干净是头尾9年，72岁为这个基准了哈。再次感谢你帮我们的解答，谢谢老师。再者，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会常常用我们的立场来衡量别人应该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但老师特别有讲到，国情不同，族群不同，文化不同，可能观点都不一样。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，不要用我们的角度去衡量别人什么是对跟错。再次感谢你的教导，谢谢你，谢谢老师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相信看了这部影片对你一定有所帮助，记得订阅。按赞才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支新影片啦。我们期待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